接着上一段，温潮被一脚踹飞，跌出镜头，麻绳抻直了，越绷越紧，最终崩断。同样的气音说了一句再见，这一次不出1分钟就有了回应，小子，你找死！呵，老子确定你手里没有牌了，所以只能骂街了是吗？魏无羡多日来第一次长出一口气，蓝湛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逃出来了，对吗？10月还没过完，南京、上海多个商区发生伤人事件和恐怖袭击，蹲守了1个多星期的重案组终于等到暴徒犯案，一举抓获。同一时间内，审计、税务、工商、消防各个条线集中突击检查温室的业务和办公场所，缉毒、特警、公安等全面突击检查温室娱乐场所，任何一方查出了疏漏，逮捕令就批下来了。温若涵被带走配合调查，等人进了局子，重案组开始各个击破温若涵心腹。与此同时，公安局收到了匿名举报，还有犯罪证据：贩毒、卖淫、拐卖人口、恐怖袭击、故意杀人、买凶杀人、涉黑、袭警、偷税漏税、虚开发票、贿赂官员、伪造证件、私藏枪支弹药等一系列罪名坐实。温氏连根带枝哪个也没机会再出来了。魏无羡并不满意，他要给温氏定的罪不是这些，虽然这些已经够温氏泯灭，温狗死刑。多方会审的时候，他坚持再等等，蓝启仁和蓝曦臣也都觉得忘机还没回家，需要再等等。温宁在午夜时分火急火燎敲魏无羡的门。温宁，你疯了吗？他好不容易睡下。我姐请求救援。温情，快，很急。怀桑立即去叫醒魏无羡，给他手机开机，抄起外套跟温宁夺门而出。魏无羡听明白要去救温情，一枪鸣空，雇佣兵便跟上来。温情发来的位置在一个偏僻的山沟，交代了有人质。魏无羡在路上请求了军警支援，他觉得蓝忘机也在，虽然温情没说，但他就是觉得他在。雇佣兵摸进了树林布防，温宁在入口处接应后援，聂怀桑护着魏无羡快步走进一个山洞。温情，好手段，我竟然没发现你叫了人，还是老熟人。说话的人一看就是练家子，眉目凶悍，阴恻恻地盯着突然闯进来的人，手里一把匕首逼在温情脸颊。温情嘴里塞了东西，只能呜呜叫，眼睛被蒙着，双手被绑起来吊着。认得我就好，有什么遗言吗？魏无羡一靠近就看清了情状，瞬间敛了气息，放缓了脚步，双手揣兜，眼色凉薄。魏无羡，老子跟了你的案子10几年，清楚你的底细，别跟我这儿逞凶斗狠。一边说着，匕首缓缓地划过温情的皮肤，留出一条血印。哦，果然是故人呢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魏无羡不为所动，仍然缓慢逼近。不如你来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死？墓碑上写什么？看在你我交情匪浅，我给你留全尸。小子，咱们聊聊蓝忘机如何？魏无羡瞳孔缩了缩，那人手上没松，脚下踢了踢温情后面的一个布袋，响起了孩子的哭声，听声音大概5、6岁。你敢再往前1寸，我踩碎蓝忘机的命根子。魏无羡松了松一手汗的拳头，重新握了握，拿个口袋就能诓我是蓝忘机。聂怀桑终于确认了此人身份，贴近他耳边轻声说：温竹流，死侍总教头。温竹流拿脚剥开袋子，露出蓝忘机的脸，一个小男孩哭着摇他：哥哥，哥哥，你醒一醒，呜呜，哥哥。魏无羡终于停下了脚步。小朋友，哥哥怎么了？坏人，呜呜，给哥哥扎了针，呜，哥哥。温竹流，想要什么直说。魏无羡略瞥一眼怀桑，叫他准备救人。送我出境，给我美金，现钞不多，100万就行，给你半小时。小事，你倒不贪心。魏无羡拿起手机，直升机带上美钞100万，马上过来。放下手机答复，用不着半小时，10分钟足够了，满意吗？温竹流张张嘴，只来得及闷哼一声，子弹就穿过了他的4肢，扑通倒地。他咬着一口血大吼：魏无羡，有种打死我！再没人理他。从其他洞口摸进来的雇佣兵把他弄出去，魏无羡2步跨上前，搂住蓝忘机，查看伤情。聂怀桑给温情松了绑，快找孟瑶，还有另一个小男孩。温情强硬阻止了魏无羡去医院，
几个人都被带回了吊脚楼。晴姐姐，为什么不去医院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用怕，我搞得定。线线，你听我的，最多10分钟他就醒了。其他人我也搞得定。魏无羡焦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看看温情，欲言又止，看看蓝湛，心急如焚。温情把2个小孩子安顿好，哄睡了，也处理了梦瑶的外伤，给了魏无羡一个你信我的眼神，静静地等蓝忘机醒来。终于，蓝忘机皱起眉头，闷哼了一声，瞬间从床上弹起来，一身警戒。蓝湛，是我，你怎么样？扫视一圈，明白已经安全。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，眉头更紧。魏婴留下，其他人出去。温情如蒙大赦，火速带着梦瑶抱上孩子撤走，也拽走了还在发愣的聂怀桑，利落地带上了门。魏婴，浴室。虽然不知道什么状况，一颗心仍吊在嗓子眼里，魏无羡还是迅速指了浴室的方向。下一秒就被蓝忘机握着手拽了进去，几乎是撕烂了衣服。蓝忘机急得1秒都不能等，打开花洒，根本不管水温，把魏婴堵在墙上，极其粗暴地要他。强忍着惊惧和疼痛，魏婴努力够着开关，调热了温度，放任他为所欲为。也不过几次冲撞，他便松下来了，感受着体内的酥麻，还不放心的到处查探蓝湛是否有伤，摸遍了全身没有大碍，便由着自己随他站立。一次不够，就做够了为止。蓝曦臣已经赶来，却直奔梦瑶而去。聂明珏带走了怀桑，也清空了雇佣兵所有的痕迹。温情拉着温宁垂泪，看着他完好无损，高兴的说不出话来。饕餮完毕的蓝湛穿好衣服，眼神粘在魏婴脸上，小心翼翼。温竹流给你打的是那种药？蓝湛点了头。所以你是自己把自己打晕的，为了不伤害温情和梦瑶。又点了头。潜伏到温室，觉得凭你我的默契，可以搅翻老巢，全身而退，但是走的时候又想救那俩孩子，还是点头。蓝湛，你可以。魏婴头也不回的走了，重重的甩开了蓝湛的手。顺着温竹流的供词，温氏终于判了危害国家安全罪，还摸出了几条外籍间谍，终于结案。蓝启仁端着酒杯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语言，才开口：阿羡，蓝家如履薄冰20多年，却是你解了这道枷锁。叔父敬你。说罢，竟是恭谨俯身，双手扶钟。魏无羡忙端了酒盅，用盅口抵住蓝启仁的盅底，阻了这一重礼。叔父言重，羡当不起。蓝启仁不再多言，一口干了。魏无羡也跟着一口干了，却没坐下。叔父，江叔叔，还有没在场的南京、重庆军警的各位长官，羡任性妄为，无法无天，给各位捅了数不清的篓子，在此赔罪。如有定责，魏无羡任凭处置。二人无话。聂大哥，怀桑舍命助我，无以为报。若聂家有诏，魏无羡结草衔环。两人都干了杯中酒，也是无话。蓝忘机祈求良久，也没得到一个眼神。魏婴冷的竟不容他一句挽留，范必跟其他人告辞，抬腿便走。温情匆忙起身跟上，一脚踹在蓝忘机凳子腿，恨铁不成钢的瞪他。蓝忘机急忙跟上。